军队为了招募新兵，在学校里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，不仅请了大咖的代言人，还在招兵广告里极为鼓吹，当兵就是享受成功人生的捷径。一进军营，大把钞票花，各种豪车如流，美女如云，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总之吹得天花乱坠。克瑞斯全都听进去了，唯独漏了最后那行小字儿：广告效果，一切以实际为准。晚上回家，他就说要参军，以便实现包养12个妓女的梦想。皮特一听，大为鼓励，说年轻人就该心怀梦想，多奋斗。路易斯持反对意见。他说军队其实很糟糕，里面都是各路牛鬼蛇神，新兵进去就要挨老兵的揍，特别是洗澡的时候，千万不能捡肥皂，否则菊花不保。为了克瑞斯能否去参军的事，两口子又吵了起来。小布吃完瓜后发表感想，说现在的军队居然用虚假广告在学校里洗脑。克瑞斯的参军渴望非常强烈，为了阻止儿子干傻事儿，路易斯和皮特一商量，决定给他找点有意思的课余活动，分散注意力。翌日，小布开车载着饺子赶去征兵处，准备痛骂那些毒害祖国未来花朵的军方人员，而皮特则跟克瑞斯来到学校里挑选社团。克瑞斯崩溃地说自己太废物了，啥也不会，没有社团会要他的。皮特斜眼一瞟，望见旁边有一个摇滚社团，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就逼着克瑞斯去毛遂自荐。克瑞斯扯着他的破锣嗓子一吼，没想到立即受到了社团成员的青睐。他们搞摇滚就是为了彰显个性啊，就是要这种五音不全的主唱，才能彰显出特立独行，不合大流。克瑞斯一瞧，大喜过望，觉得自己走了大运，说不定不久就要出名了。另一边，小布和饺子来到征兵处，老老实实排起了队。想骂个人还得走流程，这是先礼后兵啊。饺子先进去见面试官，有些要整蛊一下小布，就谎称自己有老人症，别看个头小，其实已经40老几了。这面试官也是个摸鱼怪，没多计较这些，就让饺子填好参军申请，还让他顺便多填几份，自己好早点下班。饺子暗暗冷笑着帮小布填了一张，然后两人就成为光荣的大头兵。他们在军队接受训练，长官一上来就吼道：“你们这些狗屎是我带过最烂的一届。”然后就指着个头最小的饺子开始了辱骂流程，这就叫下马威。部队展开长跑训练时，天天躺沙发的小布很快就不行了。长官威胁说，如果他完不成训练，整个部队都要被罚用牙刷刷马桶。小布一听这一整，他不是要把全部战友都得罪了，只好勉强坚持用4条腿在地上爬，被长官辱骂为废墟。小布心里苦啊，半夜里卷铺盖准备逃走，走之前还不忘叫上饺子一起溜。饺子不想当逃兵，并力劝小布让他自己想想，这么多年有哪件事是坚持到底了的。大学辍学，小说写了一半没下文，他之所以一直无法成功，就是因为缺少纪律性和坚持的毅力啊，这些东西正是军队能够给予他的。小布仔细一回忆，发现自己确实所有事情都半途而废，不由得激起了斗志，打算做一回有始有终的真男人。又训练了数日，终于迎来了最终的考核，还是老规矩，任何人没过，全体都得挂。为了节约时间，长官派他认为最差的小布第一个上场，他要是没过，这事也不用考了，大家回去接着练。没想到小布一鸣惊人，以满分成绩完成了考核，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。这帮新兵立即被派去了海外战场，成为了又一批光荣的炮灰。小布和饺子初到战场时还觉得形势比较稳定，至少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，敌人满大街吃小孩烧孕妇。他们正在庆幸，街上忽然发生了一起人体炸弹袭击事件，吓得两人麻溜地钻进了车底。这次事故后，两人才开始真正害怕打仗。为了被遣送回国，他们趁着周围没人，互相朝对方的脚开枪，在长官面前表演苦肉计。长官冷笑一声，说残废算什么？他们把死人都搬去守门了，这就叫物尽其用。小布和饺子直接人马了。这时一个好消息忽然传来，说总统换届了，这一仗不打了要退兵。小布和饺子欣喜之余依然有些惆怅，妈的，这脚白参了呀。镜头一转，克瑞斯担当摇滚社团的主唱后，意外的开始走红，年轻的粉丝们越来越多。道理很简单，青春期的孩子们几乎都在变色，他们追捧克瑞斯的嗓音，为其标榜为时髦，正好可以当自己五音不全的挡箭牌。受到同龄人追捧后，克瑞斯在朋克摇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还占用家里的车库跟社团的人玩音乐。皮特和路易斯不堪其扰，听着这傻大儿的破锣歌，实在连觉都睡不好。两口子便劝克瑞斯收心，课余活动搞得够久了，是时候好好写作业搞学习了。不料克瑞斯膨胀得很，一张口就是八婆肥仔，冲着爸妈疯狂口吐芬芳，把路易斯听得人都傻了。克瑞斯美其名曰他在展示自己，路易斯只想抽他两个大嘴巴子。他说克瑞斯现在这屌样，比皮特以前用咳嗽掩盖屁声还烦人。为了矫正走歪了路的克瑞斯，路易斯和皮特费尽了心思，最后在儿子的房间里发现了某位摇滚明星的专辑，歌词又黄又暴力。路易斯觉得就是这家伙把自己儿子教坏了，于是决定去找这个摇滚明星算账。摇滚明星也没少遇到这种事儿了，极为熟练的跑去皮特家，告诉克瑞斯，虽然玩摇滚很酷，但也不能忘记尊重长辈的传统美德。他还认为克瑞斯之所以闹叛逆，根本原因是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。皮特一听觉得很对，是时候带儿子去钓鱼了。当然出发前别忘了戴头盔。皮特对鞭炮节期待已久，甚至比孩子们更兴奋。节日这天，一家人在院子里你炸我，我炸你。皮特嫌小炮仗不过瘾，炸了一大捆当集束炸弹，结果呼的一声把右手的五指全炸没了。家人
人们赶紧叫救护车，每个提醒说快点捡回手指，还能做手术缝回去。这时乔正好路过，便陪着皮特上街捡手指，好不容易才从老狗和恶鸟手中捡回。结果医生的一番妙手回春后，皮特总算保住了五指姑娘。他和朋友们在酒吧里庆祝，可惜酒吧打烊的早，这群酒仙还没喝尽兴。在皮特的提议下，他们偷偷溜进了啤酒厂，直接泡起了啤酒浴。这群人闲聊说起了如果自己是上帝，第一个要弄死谁的话题。倭瓜男讲起了某个喜欢拍烂片的男星，结果大家都不认识。惨遭冷场的倭瓜男勃然大怒，嘴里骂着一局土包子，愤愤然走了。翌日，小布大清早的满脸疲惫，一看就是新女友收公粮收多了，饺子闹着想见见小布这个打桩机的新装。然而小布却显得扭扭捏捏，好像他的新欢见不得人。最后在饺子的软磨硬泡之下，小布终于同意带他去见自己的新女友吉莲。一路上饺子还在偷偷猜测，多半是这女的长得太丑。不料一见真人，他就发现自己错得太离谱了。吉莲长得那叫一个带劲儿，不过稍微一接触，饺子就发现问题的关键。虽然吉莲脸蛋翘，身材辣，但她的头脑却好像母猩猩，每一句话都透露着十足的愚蠢。饺子乐了，一向自诩有内涵的小布，之前一直为找不到红颜知己而苦恼，结果现在却屈服于欲望，找了个胸大无脑型的女人。他逮着这事儿可劲的嘲讽小布，还故意邀请吉莲来见家长。皮特一家人本来也被吉莲的美貌震惊，结果他一开口，大家的第一印象就崩塌了，全都憋着笑，心说多好的姑娘啊，可惜找了张嘴。小布死鸭子嘴硬，不肯承认他跟吉莲交往，就只是馋他的身子，还一个劲儿给自己找爱情的理由。无奈吉莲的智商算来算去不超过5岁，说是弱智都算夸他了，连插头都用不来。他的朋友也都是这种类型。小布想讲点幽默的事儿，这群妞却除了化妆品啥也听不懂。最后小布认清现实，在饺子的鼓励下决定和吉莲摊牌分手。可惜他定力不够，一敲开门，看到掀开浴巾的春玉美人，以及到嘴边的分手2字，不争气的咽了回去。关上门就是3个小时的激情戏。进入贤者模式后，他叫醒在车里等待的饺子，长叹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罢了罢了，都是成年人的荒唐。另一边，皮特因为手受伤无法正常工作，进度远远落后业绩要求，上司可不管那么多，要求他必须完成本周的工作指标，否则就要被 KTV。皮特思来想去，最后叫路易斯来帮忙顶班。结果一看到老实为自己工作的老婆，顿时唤醒了某种奇怪的差癖，把自己当成了老板，把路易斯当成了性感小蜜，企图搞办公室潜规则，玩点攒劲的节目。路易斯本来是拒绝的，耐不过皮特软磨硬泡，最后老俩可在办公室干柴碰烈火，完事儿之后觉得还挺刺激的。